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Hello， 请问阿平在吗？老板不在，你哪一位？我是好运装修的郝建，请问阿平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你们店里就只有你一个人呐？我打电话给你老板，他没接，麻烦你帮我转告他一声，说郝建来找他，有事跟他商量。哦，OK， 我会转告他的啊。OK， 谢谢谢谢。阿平，哎，阿平，阿平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是郝建啊，阿平，Uy, faster. Okay. Second number one. 阿聪啊，手脚尽量放轻一点啊，不要弄到灰尘满天飞啊。我们是干粗活的，你以为在绣花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说尽量咯。没有灰尘怎么叫装修？神经病！你要去哪里？小便可以吗？Mrs. Wang 啊，这里有很多灰尘，你把灰尘都吃进肚子里了，不如你去外面吃饭吧。Sorry，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担心我们会影响到你罢了。我没事，你们不用在意我的，继续工作就好了。那好吧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要跟我们说。Mrs. Wang， 好，老板。那不然了，先停一下，吃了午餐再继续吧。我们吃过了。那就先暂停一下咯，让 Mrs. Wang 吃饱了再继续 ，OK？ Rajan, we break for 1 hour. You can rest first. OK boss。没事，慢慢吃啊。什么事？我们的进度已经很慢了，还时不时要停工，这样下去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？你以为我们只有一个 project？ 我知道，可是 Mrs. Wang 的情况你也看到啦，她已经挺着大肚子那么辛苦了，吃个饭还要面对那么多灰尘，我们还在那边开工，太不通人情了吧？通你的大头鬼啦！我不单是当监工，还要当免费护工啊！他哎呀一声，我就要跑去嘘寒问暖；他要喝水，我就倒水给他喝啊！连早餐、午餐我都帮他打包了，这样还不通人情啊 ？OK， 你先不要激动啊。我是觉得他们夫妻俩被逼住在装修中的房子已经很惨了，既然人家那么可怜，我们应该多替人家着想嘛。哼，我更可怜啊！你又不替我着想。哎呀，我哪里不替你着想啦？你是我最宝贵的员工，我最关心你了。趁现在没开工，你就赶快休息一下吧啊！那应该趁休息的时间去 check 一下脑袋啦。这么喜欢帮人，又不顾员工的死活，也不管赚不赚钱。谁说的？要是讨到钱，我这个 project 还是赚钱的 ，OK？ 那你去讨了没有？去过阿平的公司了，可是他不在，他的员工又不懂他去了哪里。不过我走的时候好像看到他，可是突然又不见人影，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还会发生什么事？那个阿平打定主意要耍赖啦。应该不会吧？他的公司还在，他跑不了的。我会再去试试看啊。如果找不到人，
你想怎样？到时再说吧啊。到时再说，又要倒贴来做这个 project 咯，真的是见鬼啊！这到底是什么公司啊？老板收不到钱，员工又一直要借钱，谁要借钱？还有谁？那个阿聪啦，他预支薪水不肯给，他就一直给我脸色看。那就预支给他喽。他之前预支的钱还要3个月才扣完，我们怎么可以再预支？我警告你啊，我已经拒绝他了，你不要转过身去答应他，让我来当坏人啊，这样我很难管理员工的。可是有，救命啊！没事，爽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羊水破了，应该是要摔了。哎呦，不是吧？哎，你忍一忍，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啊！来，慢慢。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哎，你看着他，我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看着他。真的不行了。什么？医生教过我的，你们照我的话做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看这情况，哎呀，不要啰嗦，赶快帮忙啊！放轻松，深呼吸啊，深呼吸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孩子和妈妈不知道会怎样。别客气。没想到除了装修，你们竟然还会接生啊！没有啦，我只不过在网上看过视频，上过一些课。哎，其实整个过程多亏 Mr. Swan， 他很冷静的引导我们才能够顺利完成的。总之，非常谢谢你。哎呀，你真的不要客气啦。哎，其实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啊。你看，你让我们好运装修多一个宣传点呢。好运装修不但让你的房子变得更漂亮，还保证喜事连连，一级棒。就你觉得喜事连连啊？我现在只觉得整身黏黏、血淋淋，好恶心。你不要怪他，他没当过爸爸，不了解那种感受的。我还是要谢谢你，我知道你一直照顾我太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郝老板。好啦，不要再谢了，赶快回去陪你太太啦。改天见。OK， 改天再聊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刚刚做了好事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呢？有什么好开心的啊？我一想到刚才那一幕啊，我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。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才对。你刚刚成功接生了一个小生命，哎，真的是吐血翻白眼短命。请问你这个是什么逻辑啊？我现在是室内设计师，哎，如果赢得什么大奖，就应该很骄傲啊。可是帮一个孕妇生孩子，有什么好骄傲的啊？哎，你想想看，要不是因为这样，你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 ，OK？ 哦，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很难，因为你，我要赶工，我要照顾孕妇，结果还要帮忙接生 ，I'm very stressed。好啦，不要 stress 了，我马上请你吃一顿好的，好好放松一下，可以了吧？你觉得我现在吃得下吗？我温馨提醒你啊，你再讨不回装修费，我就罢工给你看。You're fired。于是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Hello，Mr. Yo。是的，你交代的事已经办好了。我在只此一家。是啊，刚签了合约。他只是你的 agent， 你就这么帮他，你人真好。我看你今天的心情很不错。是吗？可能是刚刚签了一份融资计划的合约吧。哎呦，那可是好消息啊！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一顿饭，去庆祝一下。我猜你连餐馆都预定好了吧？哎呦。那位投资商叫 James He， 他只跟我谈了2次就答应投资，还真的很爽快。也许是你的融资计划太吸引人了。Mr. Yo，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你认识 James He 的吧？认识啊。是你说服他来投资的，对吗？
哎呀，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呀？因为我知道你在找人融资吧，刚好 James 有意思投资一些房地产的开发计划，我只是顺便介绍而已。谢谢你的帮忙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喝茶吧。外卖来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哎，我还不饿，你饿了，你先吃吧。来，我先喝水吧。好。你这样子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你已经等了2天了，你真的确定阿平会出现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既然他的公司还在，他不可能完全不回来吧？反正也没其他办法，我就只好碰碰运气喽。要是收不回这笔装修费，那怎么办啊？那就要亏本了喽。换成是其他人，应该不会接这份工作的。丽敏以前也常说我，作为一个老板，不但要为自己负责，还要顾及员工。哼，看来我真的不太适合当老板。当老板也不一定要以利益为主，选择做对的事，这比较重要。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啦。谢谢你安慰我，不过也证明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要是我们合作一起当老板，这家公司肯定亏得更多。啊 ，baby， 早点睡啊！我现在有点东西做，我明天打给你哈。哎，阿平，阿平，我找了你很多天，你怎么都不接电话呢？我最近有点忙，你找我什么事？Mr. Wang 找不到你，所以请我帮他继续装修屋子。你怎么可以装修到一半就停工呢？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我们人手不够，所以暂时停工。我也是跟 Mr. Wang 说很清楚啦。可是你们拖太久了，他们夫妻俩没有地方住，只能住在乱糟糟的屋子里头，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吧？我是真的不够工人开工，也没办法啊。那 Mr. Wang 给了你4万块的装修费，你能不能退一点给我们？那我可以帮他继续装修房子呢。我们不是耍赖不动工，是现在人手不够，没办法做而已，所以钱是没办法给你的。那你又不要开工，又不退钱，这样不对吧？说真的，现在人工费啦、材料价格啊，全部越来越高，我的公司已经经济周转不灵了，去哪里找钱给你？可是我这里已经帮你接手了，那我是你自己要接手的啊，那你自己就要负责啊。Sorry， 我真的帮不到你。啊，哎，阿平啊，阿平。很精致哎，很像日本的铁路便当哎。我上网学的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慢慢吃啦。我去教课了，我送你。路上小心啊！拜拜。拜拜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哇 ，boss， 最近这个雨柔姐啊，常在我们这里走进走出哎，我们是不是要改口叫她老板娘？不要乱叫啊，会引起误会的哦。人家3天2头就做爱心便都给你，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？当然没有啦，我跟雨柔只是好朋友。都住进家里了，怎么可能只是好朋友呀喽？拜托你们不要乱讲话 ，OK？ 我跟他真的只是清清白白的，你们再乱讲话，我翻脸啊！你跟他之间真的没什么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也对，也对。哦，什么也对也对。我们想太多了，雨柔姐怎么会看得上他？喂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雨柔怎么说都是我的初恋 ，OK？
见鬼！真的假的？哦，你们需要这么大反应吗？需要。初恋，我看你是单恋人家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是初恋。当年我们在一起1年多 ，OK？ 哇，说真的啊 ，boss， 这么多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。你到底是怎么追到她呢？嘿嘿，你们真的要听啊？是这样，不要晒啦，讲你。可是故事有点长哦。那就长话短说了。OK 啦，那当年呢，我跟雨柔就读同一所中学，我是她的学长。因为我这个名字啦，好贱好贱，所以经常被同学欺负霸凌咯。每一次被人家欺负之后，我就自己独自一个躲在角落，默默流泪，暗自疗伤咯。一直到雨柔的出现，在我最孤独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她是唯一一个过来关心我的人。当时的她对我来说，就像天使一样。那一次之后呢，我就再也不怕被人霸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次都会帮你出头。不是，是因为每一次被霸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见到雨柔了。哇，真的是吐血斑斑短美。我们就这样慢慢认识，然后成为好朋友，最后互相了解，成为男女朋友。怎么样？我们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很浪漫呢？不懂为什么啊？从你的嘴巴说出来，感觉有点滑稽耶。哪里浪漫了？这简直是比凄惨更凄惨的爱情故事。雨柔根本是同情弱小才会跟你在一起吗？哦，这样就合理了，不然他真的没有天理耶。喂，我真的有这么差吗？有。我看你们根本是因为羡慕、妒忌、恨才故意打击我的。不是说你差啦，只是雨柔姐的 level 真的太高了。你们除了读同一所学校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点哦。有，他们还有多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同情心泛滥。要不然他怎么会支持你去装修那个什么 Mr. Wang 的家？雨柔姐真的是人美心也美哦。Boss， 我不是故意要打击你啊，不过这样看来，雨柔真的是可怜你才跟你在一起的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怜悯也是一种爱。Mr. Yu， 你的药准备好了。谢谢。1天1粒，饭后才吃。还有这个1天吃2粒，也是饭后再吃。Mr. Yu 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谢谢。Miss B， 这么巧，你帮Mr. Yu拿药啊？Mr. Yu 也吃这个药吗？他有肌肉萎缩症吗？这是 Mr. Yu 的私人状况，你去问他比较好。抱歉，我赶时间，先走了。Dr. Chu，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，请问我的病有可能是遗传性的吗？有可能的，这个病有大概10%的病例是家族遗传，在家族性遗传的情况下，有50%的患者会把病症传给孩子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让你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我说的那个重要的人不是我太太，是我女儿。我真的希望能亲口对我女儿说声对不起。Mr. Yu， 哎，不是约好今晚见面的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我想知道当初为什么你会找我当你的医生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你的人脉这么广，应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。大公司的房屋经济资源充足，可以给你更好的服务，你怎么会选择我们的小公司呢？大公司未必能够帮到我，我是看重你们的服务专业。再说，像你们这样的小公司，接到一宗这么大的生意，肯定会
更加用心的帮我处理房地产的问题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还有什么原因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冒昧问一句，请问你患上的是什么病啊？是肌肉萎缩症吗？我有什么病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只要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就可以了。你还有其他想问的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上回搬走的时候呢，漏了一件文件，我可以上去看看吗？Mr. Yo， 等我一下。你在干什么？